这是一部反映韩国底层人民生活的电影，导演更是凭借此片大奖拿到手软。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吧。影片开头有这样一家人蜗居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室，马桶的位置比人还要高。为了蹭邻居的网络，兄妹俩直接蹲在马桶边上玩手机。因为一家人都找不到正经工作，只能靠打点零工维持生计。到了中午，社区要对地面进行消毒，妹妹说关窗户，爸爸说别关，正好也给家里消毒。就这样，全家都被熏得咳嗽不已。真的是为了蹭点消毒水，连命都不要了。好吃懒做，利用一切可利用资源。但你以为他们就这些本事吗？不妨继续往下看，真正厉害的还在后面。这天，朋友找上哥哥，说要给他介绍一份工作，去一个富豪家里做家教。对方是一个富家千金，为了这份工作，哥哥答应了朋友。妹妹知道后，就帮哥哥造了一份假的学历证明。随后，哥哥穿上西装，来到富豪家里应聘。这是一座超级大豪宅，不仅有一个大花园，还有花草树木和喷水机。这和他住的地方相比，简直是天壤之别。接待他的是豪宅的女主人小美，她要求第一堂课全程旁听，满意后才能放心的把女儿交给他。哥哥只好同意。他突然抓起了女孩的手，小美一看，紧张地坐直了身。哥哥若有其事地说：“你现在脉搏跳得太快了，假如这是一场考试的话，你就先输了气势。”说完，就把女孩的手放了回去。这一番话下来，不仅女孩被征服，就连女主人小美对她都刮目相看。上完课，小美正要给哥哥结账，这时候家里的小儿子跑了出来，到处捣乱，非常调皮。但是小儿子在美术方面很有天赋，还带着哥哥给他看了小儿子的作品。小美也非常想找一个美术老师管教儿子。哥哥一听这话，声称认识一位美术老师，是一名留学回来的海归。女主人小美立马来了兴趣，非要安排见面。第二天，原来哥哥口中的留学海归就是自己的妹妹。就这样，哥哥带着她来到豪宅面试了。小美带着她来到了小儿子的房间，可是妹妹表现得非常强势，授课时间不允许女主小美旁听，等结束后再高冷地让她坐下。依靠在网上搜集的资料，妹妹对着小儿子的作品说，这张画可以看出小儿子的内心特别孤僻。这一顿忽悠，小美觉得平时太忙，忽略了儿子，伤心地哭了起来，对女孩的话深信不疑，觉得这就是她要找的家教。楼上的哥哥更狠，这家伙教着教着就和小美的女儿亲上了。就在小美和女孩谈着薪资的时候，正好小美的老公朴先生从外面回来了。一番介绍后，他让自己的司机送老师回家，而妹妹又把目光盯上了司机。她在车上故意脱下贴身衣物，等到朴先生发现后，立刻让小美找借口辞退了司机。然后妹妹就给女主人推荐了一位资深的老司机，没错，这个人就是她老爸。为了老爸顺利面试，他们还专门去汽车店熟悉豪车的所有功能，用来以防万一。果然，面试这天，在老爸娴熟的车技下，朴先生手中的咖啡全程一滴都没洒。就这样，老爸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朴先生的专职司机。一家人3个都有工作了，那就剩下老妈了。现在富豪的家里只剩一个岗位了，就是这个女保姆。为了成功把老妈带进富豪家，他们开始计划逼走保姆。哥哥从小美女儿口中打听到保姆对桃子过敏，于是他们开始收集桃子粉，趁保姆不注意，撒在她头发上，弄得保姆不停咳嗽。老爸趁她咳嗽完，在纸巾上挤上番茄酱。看着鲜红的纸巾，主人小美以为保姆得了什么大病，然后直接把她辞退了。接着老爸又向朴先生举荐了妻子。就这样，他们一家全部入住到了富人家里，开始了寄生虫生活。很快，童真的小儿子察觉到不对，闻出保姆身上的味道和老师的气味一模一样。男主人朴先生认为是小孩子在胡闹，并没有在意，但做贼心虚的一家怎么可能不担心？为了避免这种错误，他们一家人商量以后，衣服分开洗。不久后，小美一家出门带儿子去郊外露营，这下一家人更加肆无忌惮，直接住进富豪家。他们肆意地享受着霸占豪宅的快感，哥哥享受着舒适的大床，妹妹享受着超大浴缸，一家人开心地坐在一起吃饭，似乎他们就是这里的主人。这时候突然门铃响了，敲门的人正是那个被辞退的保姆。保姆说是走得急，东西落在地下室，求妈妈放她进来，于是把她放了进来。没想到她打开了一个暗门，进入了一个地下室，而且下面还住着一个男人。她告诉女人，原来她的老公欠了高利贷，为了躲债，已经在这里生活了3年了。这时候偷听的3个人从楼梯上掉了下来，保姆瞬间明白了，抓住机会拍下了这一幕，并用视频威胁他们。一家人也只能听话照做，任其摆布。突然，哥哥抓住机会冲过去，保姆手机掉落。就这样，6个人打成了一团。哥哥抢过手机，正要删视频，家里的电话突然响了。老妈接到电话，得知小美他们还有10分钟到家，他们着急了，找准机会，齐心合力抢到手机后打晕保姆。老爸和儿子赶紧把保姆的老公绑了起来。老妈开始火速收拾残局，妹妹在1楼迅速清理垃圾。刚收拾好，小美一家就回来了。3个人没来得及逃跑，
躲在了沙发下面。就这样一直等到深夜，小美和她老公睡着了，他们一家人才悄悄逃了出来。等他们回到家，地下室已经被暴雨淹没了，那个比人还要高的马桶更是不停地往外喷脏水。妹妹为了盖住马桶，只能坐在了上面，拿出一支烟，颤抖地抽起来。一家人看着脏乱的家，只能跟着大部队在避难所过了一夜。与此同时，奄奄一息的保姆死在了地下室。第二天，小美为了给儿子举办生日派对，还邀请了他们一家。经过这段时间身份的变化，哥哥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他从包里掏出一块石头，准备去地下室解决这个麻烦，可是却被男人控制住了。就在哥哥逃跑的时候，突然摔倒，被保姆老公举起石头狠狠地砸向他，然后他拿上一把匕首冲入人群，对着妹妹的胸口狠狠地刺了下去。小儿子看到当场被吓晕，老妈提着斧头就冲了上去，两人缠斗在一起。老爸捂着女儿的伤口，男主人命令司机交出车钥匙，慌乱中车钥匙却落在他们身下，而老妈杀掉保姆的老公后，刚好压在上面。男主人捏着鼻子捡起了车钥匙，这一幕刺激到了老爸的自尊心，这种来自于对底层的鄙视。他拿起刀冲上去，一刀刺死了男主人，然后自己躲进了豪宅的地下室。最后妹妹失血过多去世了，哥哥和老妈正当防卫，最后被判了缓刑。至此，影片结束。这部电影将人性的贪婪懒惰描绘得淋漓尽致。这一家人也算是都有能力，可是在大是大非面前却没有做出最好的选择，最终将自己变成了寄生虫，甚至是恶魔，然后以悲剧收场。是一部值得看的电影。